大家好，我是丽丽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来做古早味蛋糕。古早味蛋糕又可以被称为是升级版的戚风蛋糕，它比戚风蛋糕吃起来更加湿润绵密。今天我准备了这一个15乘15公分的活底模型。首先取一张烘焙纸，我们需要把烘焙纸铺得完全贴合这个方形模具，把模型放在正中间，在边缘处剪一个垂直的裂痕出来，然后沿着裂痕把它对折。这样子我们内衬的纸模就做好了。今天烘烤的时候会使用水浴法，所以我准备了一张铝箔纸，把蛋糕模的周围包起来，避免水跑进这个活底蛋糕模的里面。然后现在我们模具准备完毕，先放到一旁。今天需要的粉类只有一种，我们需要白米粉50公克，液体材料的部分有2种，需要准备牛奶30公克，还有液态的植物油27公克。先把牛奶跟植物油混合均匀。混合均匀之后，我们放到瓦斯炉上加热。今天需要使用烫面法，把液体材料加热到60到80度，微微冒小泡泡的状态，再把白米粉加进去。烫面法可以让淀粉烫熟膨化，让我们的面糊的硬度降低，并且更能够吸收水分，打造出古早味蛋糕那种湿润有弹性的口感。那我们把刚刚的粉类一次加入，混合的时候会发现它会成团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等一下加入蛋黄之后，它就会变成滑顺的液态。下一步我们需要准备3颗蛋黄以及香草籽酱，加1小匙进去，可以去除蛋的腥味。我们需要搅拌到看不见干粉和颗粒感为止。再加入香草籽酱，搅好的面糊会呈现浓稠的状态。打蛋器提起之后，它可以很丝滑的流下来，滑过去会有纹路感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先放到一旁。下一步来打蛋白霜，需要准备冰的蛋白3颗，以及细砂糖需要30公克。蛋白霜里面我会加1小匙的醋，帮助蛋白打发。醋1小匙。打蛋器先使用中速打到有大的鱼眼泡泡，再加入砂糖。因为我们的分量比较少，所以砂糖一次加入。先用低速把糖搅匀，再使用中速。我们需要把蛋白霜打到湿性发泡。像这样子滑过去有痕迹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打蛋器提起来检查一下。提起来的时候有呈现大弯钩的状态，就是湿性发泡。把1/3的蛋白霜加到刚刚的蛋黄碗里面，把它们翻拌均匀。拌匀之后再倒回蛋白碗里面。这次的蛋糕蛋白霜跟蛋黄糊的质地要尽量的接近，才不会造成消泡。拌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填入模具里面。我们把表面给抹平，左右摇晃一下，让它的表面更平整。今天我使用3个蛋乘15公分的模具，大概是1/2左右的高度。跟筷子画一下圈，把表面的气泡给戳破。在烤盘内加入一些冷开水。我们需要用150度烤大约25到30分钟。
那古早味蛋糕出炉了，要看它有没有熟，就是压中间，压下去会回弹，就是代表蛋糕已经熟透了。那古早味蛋糕它做好之后要马上取出来，不需要连模具一起放凉。把烘焙纸撕开，让它散热，等到稍微放凉就可以吃了。那在放凉的过程，它会回缩一点点，是正常现象。试吃时间。刚做好的蛋糕，还温温的，表面胖胖的，感觉很可爱。捏捏看的话，会是这样子的效果，马上就会回弹起来。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，是非常绵密的感觉，手感也非常好。难怪很多人都说古早味蛋糕是升级版的戚风蛋糕呢。吃起来十分的绵密，蛋香和香草的味道都十分浓郁。古早味蛋糕是一款非常适合直接吃的蛋糕，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水果或是鲜奶油装饰就很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简单又美味的古早味甜点，欢迎一起来试做看看。如果你也喜欢制作无麸质的点心，欢迎点击我的头像观看更多的影片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